好雨之时节，8天破10亿。郭雨欣、王浩真凭什么杀疯了今夏短剧圈？这个夏天，如果你还在讨论长剧市场谁最火，那么短剧圈已经悄悄杀出了一匹真正的黑马。他就是郭雨欣和王浩真主演的《好雨之时节》。8月14日上线红果短剧，仅仅8天时间，平台播放量就突破10亿。而且这还不是他唯一夸张的成绩，付费端播放量同样一路狂飙，首日上线不到24小时就突破1亿。红果首日热度更是达到8485万，拿下真人短剧榜第1。到了8月22日，红果官方直接宣布《好雨之时节》观看量突破10亿。一个上线时间并不长的都市爱情短剧，为什么能够在这个夏天突然冲出重围？郭雨欣和王浩真又到底做对了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正在持续爆红的《好雨之时节》。首先必须说，这部剧的故事设定其实一点都不轻松。郭雨欣饰演的10岁是一个经历感情背叛之后身心俱疲的独立女性，她没有选择继续困在原来的生活里，而是直接奔赴大理，试图逃离曾经让自己受伤的城市和感情。而王浩真饰演的宋之杰则是一位清冷克制的医学教授，看起来他拥有稳定的人生，有自己的事业，也有一种让人很难靠近的距离感。但实际上，他同样带着一段没有真正放下的情感伤痕。于是，两个都已经被爱情伤过的人在大理意外相遇，一个不敢再相信爱情，一个也不敢轻易重新开始。偏偏命运让他们遇见，这就是《好雨之时节》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没有一上来就疯狂撒糖，而是让两个受过伤的人在一次次相处中慢慢卸下防备，从陌生到理解，从试探到靠近，再从彼此疗愈到真正重新相信爱情。这种慢节奏的情感推进，反而让很多观众产生了代入感，因为观众看到的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突然坠入爱河，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在经历伤痛之后，终于遇到了一个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人。而这也成为郭雨欣和王浩真这次合作最重要的看点。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合作，《好雨之时节》已经是郭雨欣和王浩真第3次荧幕合作。此前两人还合作过《国民老公带回家》和《流星》，所以当两个人再次同框的时候，观众其实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熟悉的默契。尤其是郭雨欣饰演的10岁，这个角色最大的特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白甜，相反，她经历过背叛，也经历过崩溃，但她没有一直沉浸在受害者身份里，她开始重新认识自己，重新面对过去，也重新决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不少观众会觉得10岁这个角色特别真实，因为她不是一个被爱情拯救的女人，而是一个先慢慢找回自己，最后才重新拥抱爱情的女人。而王浩真饰演的宋之杰则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他的关键词就是2个字：克制、清冷。话不多，情绪也不会轻易外露。可是越是这样的人，一旦真正动心，反而越容易让观众上头。这也是宋之杰和10岁之间最有意思的地方。一个经历背叛后变得谨慎，一个经历情伤后变得克制。他们都知道爱情可能再次带来伤害，所以他们明明在靠近，却又不断提醒自己不要陷进去。这种拉扯感恰恰成为了这部剧最大的甜点。而《好雨之时节》的爆发也不是突然发生的，早在上线之前，这部剧就已经积累了相当高的关注度。8月14日正式上线之后，成绩更是直接爆发。上线不到16小时，付费端播放量就突破1亿，首日红果热度达到8485万，同时拿下热度榜、新剧榜以及热搜相关榜单的亮眼成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观众不仅点开了，还愿意继续追。更重要的是，愿意为剧情付费。对于一部真人短剧来说，这种数据已经非常有说服力。而到了8月22日，红果官方公布的数据更加夸张，《好雨之时节》观看量突破10亿。红果官方还特别强调，这2个经历过情感伤害的人，在朝夕相处中逐渐卸下防备，最终慢慢靠近彼此。从首日热度8485万
到8天破10亿。这条增长曲线足以说明它已经不只是普通的短剧热度，而是形成了持续性的观众追剧效应。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评分。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好雨之时节》在红果获得了9.5分的高评价。对于短剧来说，高播放量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口碑，但如果播放、热度和评分同时上涨，那么这部作品的市场表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真正让它能够持续出圈的，并不只是数字，还有它的情绪价值。今年的都市爱情题材其实并不少，但是观众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的霸总、甜宠和偶像式恋爱，大家开始想看更加成熟的情感关系，想看成年人如何面对背叛，想看一个人在受伤之后究竟怎样重新开始。而《好雨之时节》恰好踩中了这个情绪点，他告诉观众，真正好的爱情不一定是从来没有受过伤，而是2个受过伤的人终于愿意在遇到对的人之后再相信一次。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剧的讨论度能够持续上升，因为观众看的不只是10岁和宋之杰，很多人其实是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曾经相信过一个人，曾经被伤害过，曾经告诉自己再也不要爱了，可是后来还是可能遇见一个人，让你重新觉得，也许爱情没有错，错的只是曾经遇到的人。而郭雨欣和王浩真这次的组合也因此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化学反应。郭雨欣负责把10岁的清醒、脆弱和成长表现出来，王浩真则用更加克制的方式，把宋之杰的成熟和深情藏在细节里。2个人没有疯狂用台词告诉观众“我爱你”，而是通过眼神、距离、动作以及一次次选择，让感情一点一点浮现出来。这其实也是短剧越来越卷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短剧不再只是追求快，而是开始追求情绪密度。剧情可以短，但人物不能薄；节奏可以快，但感情必须让观众相信。《好雨之时节》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而郭雨欣本人的短剧成绩也因此再次受到关注。公开信息显示，《好雨之时节》之前，他主演的作品同样有不错表现。相关讨论中，甚至有观众把他今年连续的短剧成绩称为真人短剧赛道中的强势表现。至于王浩真，他这次同样没有掉队。从宋之杰这个角色来看，他已经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短剧男主辨识度，不是一味霸道，也不是单纯温柔，而是那种表面冷静，实际上情绪很深的成熟男性角色。这种类型恰好非常适合都市情感短剧。所以现在再回头看《好雨之时节》的爆红，其实并不难理解。它有一个容易引发共鸣的故事，有2个已经建立合作默契的演员，有大理苍山洱海这样的浪漫背景。更重要的是，它抓住了当下观众真正想看的情绪，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场经历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相信彼此的爱情。从8月14日上线到8月22日突破10亿。短短8天，《好雨之时节》已经从一部暑期档都市爱情短剧变成了这个夏天最值得关注的真人短剧黑马之一。而对于郭雨欣和王浩真来说，这个成绩也许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当一部作品真正被观众记住之后，演员本身也会得到更多机会。郭雨欣能不能凭借10岁进一步巩固自己在真人短剧赛道的位置？王浩真能不能凭借宋之杰继续扩大自己的男主影响力？2人的第3次合作究竟会不会成为他们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答案或许还要交给接下来的市场表现。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这个夏天真正被雨淋到的不只是10岁和宋之杰，还有整个短剧市场。因为《好雨之时节》已经用10亿播放告诉所有人，都市爱情短剧依然有巨大的爆发力，而真正能够让观众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甜，而是那句藏在故事里的话：好雨之时节，而爱也终于来得刚刚好。